普通人造富形成2个，一个是房产，一个创业失败会不会很多是因为太聪明了 ？AI 还有机会吗？赢过了这种撒钱式的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次可以让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的商业可以参与的，互联网就算一次嘛。实际 crypto 也是。AI 其实和 crypto 有个共通的点是拿掉中间人的，让普通民众可以有继续的造富效应。这个未来已经 coming， 完全数字化时代的金融系统已经来，融到了足够多的顶级资源的钱，不是你想死就能死得掉的。能拍一下这个吗？身材好棒。OK， 我们再继续回来。那个教堂是整个斯坦福的发源地，是因为这个斯坦福是一个铁路大亨，70几年的时候比较实行去欧洲留学，然后后来他儿子去欧洲留学的时候就不幸染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就相当于没有后代了，他们就决定以他儿子的名字建立一个大学，就是斯坦福大学。这个的教堂因为他儿子不幸的离世的存在，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有更好的发展的空间去造福这个世界。实际对，他去世比较早，那个大亨，他的遗孀帮着打理整个斯坦福的业务。1940几年、50几年的时候，给这些校友去做公司，就那时候早期都没有硅谷的时候，就成为了当年这个硅谷的一个初始形态。还有当年斯坦福的2个校友 Hewlett Packard， 他们各自捐了一个楼。这边这个楼的话，它叫摩尔 Golden 摩尔，他是摩尔定律的发明人。这个是他和应该是他的老婆 Golden and Betty Moore 摩尔。都每个楼都是有冠名的，不一定每一个楼，但是有不少楼都是有冠名的。然后这个学院是就是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然后捐献这个楼的是叫杨致远，他现在也是斯坦福的校董。还有一个是那个楼是黄仁勋楼，主要是作为这管理和工程，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 Media Auditorium， 还有一些就是斯坦福一些工程学院的一些初创企业当年刚起家的时候纪念品。他们会对这个 Stanford 的这个学生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帮扶计划吗？更多是公司层面的。NVIDIA 它现在是全球应该是最大的公司，它和斯坦福其实应该合作还是挺多的，也有些在斯坦福教课，然后这样自然而然就会认识斯坦福学生，然后他觉得比较好这种比较有潜力的学生，自然而然就会在 NVIDIA 找到工作。还有就是这个学校有特别多的这种很多学生在创业嘛，说有非常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可以请到比如说大公司 NVIDIA 啦、Meta、Facebook、谷歌的各个部门的人来讲各个不同的东西，还有黑客松这里面就会出一些初创项目。你想做的东西会受这些人的影响吗？你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创立这个的初衷就是帮助这些斯坦福的学生和校友做 Web3 方面的创业。创立的时候是21年的时候，在斯坦福就很多人就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但是相关的这种创业教育 crypto 的专业的方面呢，就是不是特别多。这里很多有创业课的话，它是比较普遍性的，教你一些方法论怎么创业，它是什么行业都可以覆盖。还有一些就是行业的专门的，比如说航空航天啦，还有就是生物医疗啦，等等等等相关的。但是对于 crypto 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专门针对于创业的，而 crypto 它本身就有自己非常强的这种专业属性，因为它的特征和它这种有币这个东西，会导致它整个的逻辑和整个做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创这个初衷就是更多的是邀请行业内的一个比较 crypto native 的角度来辅导这些创业者。你坚持做了多久了？做了多少期课？请过谁？加速器大概做了8期，同时也在斯坦福有门课。然后而且现在 crypto 进入主流了之后，特别是金融之后，我请了很多人都不是传统 Web3 的，比如说我这节课之前请了一个 YC 的这种合伙人，还有就是监管负责 crypto 金融监管的一个主席，刚刚离职加入 MoonPay，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Robinhood 的这个 Senior Vice President 等等等等。现在就是更多的是非传统的，然后过去的话请过一些就是传统 Web3 的，比如说 Vitalik。那你请比如说 YC 啊等等等这些比较传统的，让他们去分享 crypto 课。Native 的人有 Native 的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你感觉现在这个 gap 还很大吗？或者说他们实际对这一块思考也很深入了？非 Web3 的话，我请这些人的话，就比如说 YC 的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在 Coinbase 待过，他自己也有个创业，所以说他是比较 crypto native。然后之后我们有个 Nubank， 他就有一些 crypto 经验，也足够 crypto native， 然后加入一个这个企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crypto，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是这些公司，比如说 Robinhood 等等，它更多的是从金融的角度来做这个 crypto，然后把它做一个金融资产。
就是开拓他们业务。前几年实际这些 big name 在 crypto 的发言已经比较积极了，但是好像主要处于说好奇探索。你感觉现在的阶段还是在探索，还是已经在疯狂入场了？大的企业这种，它其实已经在做很多事儿了，但是很多人可能感受不到。你可能只是听说华尔街做某些事儿，或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华尔街内部的话，肯定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能讲一些可以讲出来的比较标志性的，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布局真的还是蛮重要的，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比如说，我觉得那个 Robinhood 的那个课做的一些尝试，在法国的时候 ，ECC 的时候，他们宣布把这个好像是 OpenAI 和 SpaceX 的股票上链，然后有更多的人可以持有。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真正实现起来是会影响到大众的一个方向。对，而且不光是 Robinhood 在做 ，NYSE 还有就是纳斯达克都在做，而且都是在非常积极的把股票上链。上链之后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一个比较大的维度来看嘛，一个是已经发行的股票上链，还有就是还没有上市的股。传统意义上的造富途径，普通人造富形式两，一个是房产，一个是股票。但是现在就是初创企业或者是这种在一级市场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像之前2000年的时候，谷歌很快就上市了，会导致谷歌的这个整个的造富效应。但现在比如说 Stripe 这种公司十几年了都没有上市或者没有上市计划，收益非常好。等它上市的时候，或者 OpenAI 这种上市的时候，就可能财富效应没了，就是非常高的估值，财富效应再往上涨的空间就比较少。对，说这种把股票未发行的，就是在一级市场可以让普通民众也可以买到，让普通民众可以有继续的造富效应。在美国是你要投 SpaceX 或者是 OpenAI 这种公司的话，你就必须是 accredited investor， 不确定具体数字哈，可能是100万到美金的资产以上。所以我感觉这点有点不合理。这个有可能是我的思想在 Web3 待时间长了，我真的感觉特别是有一些跟 consumer 有直接关系的，实际我最好的股东就是我的客户。如果你有更早的机会能让你的客户变成你的投资人股东，并且让他们可以在你真正的这个上涨这波红利去吃到的话，实际这个还是非常性感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最早说很多创业项目啊，我们想办法把它通过 tokenize 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 Uniswap， 对吧？然后到最后变成内卷了之后啊，那我既然可以来贡献这个 data， 所有的人都是这个贡献者，就变成了我为了要你的钱，我为了要你的 token 而所谓的这个短期的贡献，用户来了之后他留存不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不过这个的经济形式，我认为还是这个社会上可以一直往下去探究的。那未来呢，效率更高，然后任何的东西我想要买都可以早期买，还是应该更数字化的方式来解决，特别是 AI agent 的时代，用户在哪里，钱在哪里，资产就在哪里。我觉得美国这个方向还是比较明显。能拍一下这个吗？身材好棒。OK， 我们再继续回来。Web3 的这一块在斯坦福的氛围如何？斯坦福应该有3个这个学院对 Web3 或者 Crypto 是有不同方面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教学。一个是就是商学院，从金融经济的角度、支付的角度来研究和教学。法学院更多是从监管和法律碰到一个未来监管的这种怎么样监管这个东西，怎么样看这个东西。突然感觉有可能这边创业，然后那边同学就是未来监管自己的人，很有可能。斯坦福的法学院是全球技术监管和技术法律最前沿。我觉得斯坦福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每一个学院都能排在全球前5或者前3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大家都是想创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斯坦福应该有很多的讲师，你上课的内容就是和这些风投学习东西，和你甚至有些的作业就是向他们 pitch 你的想法，然后他会说你的想法为什么不成熟，哪里不好，就指导你。而且同时你会和这些风投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就是说来这儿基本上上学的从小就给你蒙下了一个创业的心，打工这辈子好像很难了。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创业，但是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创业成功，所以说不得毕业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就是去大厂，但是在斯坦福学习期间的话，很多人都是在创业或者做一些创业的想法。因为这个氛围在这儿，然后你也能接触到资源，我觉得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在这里面最优
秀的人去创业，创业成功几率能有多少？至少第一步创业成功几率拔高了不少。学生创业失败会不会很多是因为太聪明了，机会太多了？觉得很多是因为年轻，没有人生阅历，就是很多学生他可能连工作经验都没有，就让他去创业，他连被管的经验都没有，所以说这种失败率其实不低。但是我觉得斯坦福之所以作为一个创业圣地这么优秀的原因，就是这帮学生他从0到1和从0到2比较相对容易，就是他有足够多的钱和机会让他做这种创业方面的实习，比如他第一次可能会学到很多东西，之后第二次他成功率就会高很多。而且这地方的投资人非常喜欢这种第一次创业尽了力了再继续创业，对投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基金，专门投资斯坦福创业失败的学生。主要要看他第一次创业是因为什么经历是什么失败，对，怎么样，以及他学到什么。因为还有一个点是就业场景，就是之前肯定是非常光明，现在在 AI 加了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情况的话，投资人看法是背景这么好，创完业之后，因为创业之前你可能被这种光环啦什么的吸引了，结果发现创业不是那么回事，非常苦，非常累，而且整个回报也不是很高。在你明白的这个情况下，依然愿意创业，而并不是去谷歌啦、Meta 这种大公司比较大的工资比较高，对，然后同时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的不确定性高，选择不确定的人生，想要去试一试。所以说，就是斯坦福很多人呢，他创业的原因，如果失败了，人生不会特别惨。还有就是他可以回斯坦福，就很多人回校园是寻求第二次创业机会，找新的创业的伙伴，就是到后期还是同一起跑线。但是他先发优势太明显，他很容易拿到美国硅谷这边一线投资人的钱，对，然后从那里得到的品牌的加持。背景好一些呢，有这些大佬在，你随便说点什么，就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客。就是说，像是个敲门砖，他让你尝试，但是你做的不行的话，还是不行。但是你至少有个尝试的机会。但是实际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当你融到了足够多的、非常的顶级资源的钱，不是你这个公司想死就能死得掉的。就我一个朋友，他当时融了雷军的钱，然后阿里的钱也都给了，然后给了非常多钱。到后来有一天说，我这个东西实在不想做了。他们说别呀，你这个东西不要做的话是有点丢人，需要多少钱，我们再给你想想办法，再掏一点点。是有这种现象，但是可能比较少的原因是你要融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体量非常非常大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很重要的是，初创企业就是因为没有资源，最重要一个点是你的 access， 你能获得这方面的一个信任。比如说做 to B 业务的话，你需要和这些 to B 业务的负责人聊上，接至相关的这种品牌或者是好的导师，他给介绍到。斯坦福 AI 的创业氛围超强，对吧？很多人都在做 AI 的相关领域的创业，但是 AI 创业很难啊，资本上也比较难退出，钱都涌进了大的项目里面，因为伟达已经吸了足够的血，对，然后往下的 AI 的大语言模型吸了很多的血，好像 OpenAI 最近好像还在尝试的新一轮的募资吧，这个是小道消息。反而我们看得到的一些 AI 服务于某一个场景的极致化的东西，还有可能会跑出来一些。你在斯坦福这边，你能听到最前沿的关于 AI 的信息内容吗？然后有什么挑战呢？你感觉？ AI 还有机会吗？我觉得 AI 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已经过了这种粗放式的撒钱式的机会，而更多是精细式的。就像你说的垂直领域的，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赋能，但是这些领域的特点就是我之前说过，斯坦福非常好的一个点是 access。比如石油开采行业，没有这个行业的这个经历，你就是做不了。任何 startup AI startup 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首先做起来就很难，做起来之后不让谷歌和 OpenAI 要不就收了你，但是比较好的一个退出，要不就是说它做你相同的方向。很多现在 AI 的东西，它可能靠的就是你的 GPU 多，你的人才多，数据多，你永远都比不过谷歌和 OpenAI 的，无论数据、人才还是 GPU。就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说这已经过了这种粗放式的这种撒钱的时代，而更多的是比较精细的。我觉得这个叫阿尔法者优势，阿尔法者就是说它可以怎么先发，但是你的护城河不够深。这个最大问题是很多 AI 的这个场景是线性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都是很多人都能看懂。Crypto 的好处是它是非线性的，很多是看不懂，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在 Crypto 很多年，或者是有一定的基础认知，说它是非线性的，或者是非共识性的。AI 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是问题就是它共识性，共识性就非常有利于有非常多资源的巨头。除了专业化比较深的垂直领域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偏技术的。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 ，AI 它其实和 Crypto 有个共通的点是，它做的很多事儿是拿掉中间人的。像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整个商业模型，它并不是从
你受益者到你这个做服务的人，而中间可能夹杂了很多很多的中间人。比如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写代码，真正这个做事儿的或者是有想法的人是懂这个行业的这个人，但是他因为没法写代码，所以就加了中间很多的这个中间人。但一旦你这个机器可以做的话，你这些中间人都不需要了，有想法的人可以直接把这个变成结果，所以它是很强的，是赋能了很多人。接下来这个行业或者是整个经济可能就是更加的原子化，或更多赋能一些真正懂行有想法的人。哪怕你不是斯坦福的学生，但是到了今天的 AI 的发展，或者说整体的时代的发展，只要你在你想解决的那个特殊场景有自己很独特的 idea， 就不妨去试一试，因为现在的创业成本被 AI 已经压缩，相对于来讲是比较低的。现在为什么很多公司很容易就能达到就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一个原因是因为 AI 它整个的开发成本或者需要人力成本降低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整个的 distribution channel 已经非常发达了，让你整个的这个分发效率大大增加，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我觉得更多之后你作为个人有想法，就是你可能不太能就是在一个行业在一个领域一直做这个，你可能要拥抱改变，同时更加的原子化，你也不一定融资，可能更多是 lifestyle， 就是你这个想法足够新奇就可以赚不少的钱，因为你很多这些工具已经在那儿了，你不需要懂技术，你也不需要融很多钱来雇技术团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次可以让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的商业可以参与的，比如说互联网就算一次嘛，实际 crypto 也是，就看你如何更好的去怎么样去使用它。通过监管，通过传统企业现在入来，只是在探索的第一步而已，还没有真正进来。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 AI 时代的话，就是为什么 AI 有用，是因为它不是以人的大脑为局限的，而 AI 做的事儿将来可能会越来越脱离人，它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为了人，但中间它可能会有几万个或者是几十万个各种各样的 agent 的智能体来交互，一切由人来设计或者人本设计这些技术场景和一些工具，会成为这些机器或这些 agent 的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点。Crypto 这个东西，这种人使用可能会觉得费力，但是对机器来说，信用卡的使用是非常费力的，因为信用卡是为了人设计的，会导致了你没法做到1秒钟几十万个交互用信用卡。但是你用 crypto 可以实现的，因为它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自然而然是为了机器来设计。实际区块链比特币本来就是为未来的整体的数字化设计的这样的代币，平时生活中也没有感受到说为什么要为了如此的数字化设计这样的金融系统。AI 来了，那个时候当时感觉到比特币真的是很蛮超前，我感觉他是穿越来的人，是吧？这个未来已经 coming， 完全数字化时代的金融系统已经来，实际让我更坚定了 Web3 的这个整体的方向，只不过是现在市场有点熊，可以花时间耐心等一等。最后我想说，如果你的创业项目，如果你的 idea， 如果你认为你想跟斯坦福的孵化或者是投资有任何相关的，请联系我们的鲲鹏草根创业，请联系加1。拜拜，拜拜。